你們還記得廣州城中村一位父親帶着2個孩子拾荒的故事嗎？4月份的時候，我自駕剛到廣東廣州，在路上遇到了這位父親騎着小電驢帶着孩子拾荒。當時在車上正好有2個空瓶子，我就隨手給了他們。出於好奇，閒聊幾句得知這位父親來自貴州，和我是老鄉。他離婚後帶着孩子在廣州打拼，平時工作2班倒，白天空閒的時候呢出來拾荒。得知是老鄉後他邀請我去家中做客，更深入的了解。我把他的故事拍攝下來發布到網上，引來上千萬網友的關注，也得到了社會各界好心人士的帮助。为了故事的完整性我将后續整理發布了出來。風裡雨裡，我在村口等你。Hello， 大家好，我是簡小白，這個是波妞，安妮在這兒的，已經變成小小的一個了我本來好多天前我就說想拍視頻給大家發一下關於孫大哥的後續，因為有很多好心的兄弟姐妹們捐贈了一些錢給孫大哥，所以呢我說早一點拍視頻，但是中途遇到安妮的事情，所以我就沒有拍。今天呢整理好心情，準備去把這個錢交給孫大哥，結束了我就不再拍他了，就是免得大家說我把人家拿來當流量噱頭我手裡面拿了一小沓錢，這個錢呢是兄弟姐妹們捐給孫大哥的，然後一共有4500塊錢。這4500塊錢呢，願意留下姓名的，願意公布的我就把它貼出來我呢是1分錢都不會拿，我要公布出來的原因是因為有很多好心的兄弟姐妹們，他們做好心事，怕自己的善心得不到落到實處，所以呢不管多少我都要把它公布出來。孫大哥，我們來了，才起來嗎？來，小朋友，給你們提了點小東西。謝謝叔叔。才起來嗎？昨天晚上又出去，昨夜晚又出去撿了點垃圾，撿了瓶子嘛，才回來休息了。進來。好，进来坐。那裡還有一筆錢，就是一共有4500塊錢。然後呢，那個錢呢是那個的，大概有5個兄弟姐妹，我這邊收到起他們捐的。然後還有一些兄弟姐妹，因為我那2天不是在處理那個我的狗的事情嘛心思有點分散的，就是說那個錢是捐贈給你們的，就是你們自己收下，妥善保管。前面還有個大哥，是不是他帶了5000塊錢？對，給你帶過來了。黃文輝那個兄弟捐了，他是親自送來的。親自送過來的5000。另外一個兄弟的就是那個喜酒鮮花愛別家上西店的一個兄弟。我看一下了。這是那個我開機了，喂。要得。要得。我聽說你準備月底要回去目前找不到適合的工作了，帶着2個小孩，很多廠都不會接這個的，只能帶着他們回家讀書去了。正常看下有不得適合的，做點生活費吧，先把他們帶過讀書。我叫他孫大哥，是我貴州老鄉，在廣州打工。他有4個孩子，大的2個呢，一個出了社會，一個讀中學。後來意外迎來雙胞胎，本着對生命的尊重，雖然生活困難，他還是留下了這2個孩子。離婚後他也沒要撫養費，獨自帶着孩子在廣州租房打拼。因為他說了很多話，讓我和屏幕前的很多朋友感動，所以決定幫助他。沒得工作，一天靠點瓶子，也就是我昨晚上可以也點了80塊錢，但是搞了好幾個小時。80塊錢要好大袋幾大袋咯？幾大袋？我大袋才賣的嘛，靠這個不得行的，這個是像以前一樣嘛，是當副業，有空有時間就去撿哈，就撿哈。該上學要給他們上學。有借錢背債，在我弄我也要先給他們把學上了。對的。畢竟這個上學是大事，別樣都小事，無所謂。對的。主要是我這個身體胸這個健康嘛，眼睛很多了，我都没有去看。還是去看一下嘛。晚上上班白天就帶他們，根本就沒得時間去看。現在失業了，沒得班上可以去看一下，但是呢，我就想着回老家去看便宜一些吧，交了医疗，活了医療的嘛。那個能包一部分嘛。对的。
也是为了在烂甲康移了些钱，前2年用钱就是拿还的，还账了，也治疗了1个月，就花了2万多，治不好。甲康它容易饿是吧？啊，你吃点小孩就饿了。都是症状都是手抖。刚开始发现人就手抖，洗自己洗不了。洗自己洗不了。你吃饭点菜就是抖的。他那个是啷个原因引起的甲康噻？心里面的问题啊，或者是压力重。压力大。也是住在这边还得隔壁快餐店对我们特别好。隔壁快餐店对你们特别好。那这2个小孩吃的从来不谈钱，随时给他们夹菜，喜欢什么菜给他们。那个快餐店老板，他人还挺好哈。特别好。特别好。他也是有个女儿嘛，比他们大一点点，不大是，就给他们穿了鞋啊、衣服或者新年都拿了不少。然后在这边来，反正这2年当中一直就是他带他的。其實很多時候我評論區是看到些有一些好心的大哥大姐，但是哈那個社會也太複雜了，我就實話實說哈，因為你帶起2個女娃，人心啊該肚皮哈，我們不能妄以揣測那些好心人哈，但是也要提防。對，所以說我就不敢隨意給你做主，只能說盡可能去打聽那個真實性，因為那東西啊最終還是要你來做決定，我給你做一個參考建議。好，其實看到很多評論啊，有好也有壞。我個人的看法是，不對孩子的母親做不好的評論，因為你我都不是當事人，我們更不要以此來做男女對立。讓我更感動的地方呢，是有很多朋友伸出的援手，實打實的幫助了大哥。這也是我為什麼要來孫大哥這裡拍攝後續的原因，因為我要做到透明公開，讓大家看得明明白白。我那邊正好有個事情，我問一下那個姐，因為很多人在評論區發消息嘛哈，有姐姐願意資助兒上學，那個姐姐也是廣州東莞那邊開公司的，我問一下她。哎，小白是不是？對。哦，你好，那個我剛剛在開會，不好意思。哦，你是。我是李小姐。哦，你是李姐啊。哦。對。那個他現在的情況是怎樣子的？就是他這裡是有點屋漏偏逢連夜雨了，帶着孩子不方便嘛，然後就是他找工作呢也不好找，失業了嘛。他2個小孩有多大的？我記錄一下，因為我們幫扶的有幾個嘛。他姓孫啊，好像是吧？姓孫，他是六盤水盤州的。哦，六盤水的，然後我們靠你們那邊也挺近的。啊，你是哪裡的？屬於湘西吧。哦，湘西哦，那挨得挺近，挨同仁挨得近。對，靠你們同仁挺近的。不過我也很少回老家，因為我們長期是在廣東嘛。他其實最大的想法是能有一個工作，既能協調時間，有照看孩子的時間。因為他之前的工作是卸快對，物流的，他卸快遞嘛，中午到下午卸快遞，他可以帶着孩子去。然後呢，晚上孩子就睡覺了嘛，他就可以去上班，上班回來可以照顧孩子。就是說他2個小孩一個多大，都到就讀的年齡嘛，就讀書年齡。他2個孩子是雙胞胎。多大呢？就是4歲。2個小孩雙胞胎就是4歲啊。啊，對。他會開車是不是？他會開車。開小車。晚上孩子需要照顧嗎？就是你家裡都沒有人來幫你，就是帶小孩這一塊嗎？沒有，要是有的話就沒這麼困難了。現在因為家裡我爸77了，我媽74了，都有心臟病。你其他就2個小孩是不是？家裡還有一個讀初2的，有一個大的已經出來了，他自己去外面打工。那你的家庭挺困難啊，這樣子啊。現在幼兒園大概有多少啊？我在這裡了解了一下，就這邊嘛，他是按月收費，一個月一般最普通一點這個學校就是1500吧。一個月1500。你找到一份工作以後，比如說我們公司，我們幫你找了一份好的工作，那你下了班，你2個小孩又能照顧，我要怎麼去調配我的工廠？2個工廠，我要看你適合在哪個工廠。我現在要跟你講的是這個問題，所以我要了解你的所有的情況，我才知道我要用什麼方法才能幫到你。因為我只是給你錢，那講難聽點的，我們也不會這樣做，這是害你的。這個是不是嘛？如果是說現在有人照顧我這2個小孩子的話，我也不會說直接要你們來贊助資助我。說實話，我自己自力更生，是不是？如果說這點困難都
应付不了的话，就是说到时候你来，我要看我们哪个位置在缺人，因为你只是以你现在的状况，你只适合在我们后勤帮忙一些，为你做一些事情，比如说1楼洗尿啊，这些你要能吃苦的，因为我们公司开了应该有20年了，但是我们公司的人都是跟了我很多年的，但是我们就是一定要吃苦耐劳，能够踏实做事的人，知道吧？这个你就放心，这个你就放心。哎，因为我想你现在这个条件，说实在话，大家第一个人家帮你小孩资助，就是你的上幼儿园的学費我幫你解決，生活費幫你解決，那你賺的錢，你幾乎是給這個家庭你是可以運轉的，你也不用擔心了，你一年還能存點錢。因為我們資助你的小孩不是資助你一個，因為我還有其他的小孩，有的是大學現在馬上就畢業的人了，有一堆，所以我要根據每個家庭怎麼去幫助，一對一的幫助，我們也不通過網絡，因為我們肯定大家有緣分啊，刷的那個小白的那個視頻，然後看到你們這個狀況，因為剛好你在廣州。就是對幫起來比較方便啊。如果說你真的是到很遠的地方，以前像我也幫過大涼山的，那個太遠了，那就發現有時候當他們給錢，它變成一種習慣，其實我們是挺害怕的，知道吧？這種不行的，這樣子說實話我都不贊同。如果說你就是說給我個幾萬塊，或者是怎麼直接這樣子的話，我都不安心。是的，就是說我們人嘛，人都有因為我沒有為你做過什麼東西，我自己覺得我自己心裡都過意不去。和我通話的這位女士姓李，是湖南人，在東莞開了一家公司。聽到她決心贊助孫大哥的孩子讀書，一開始我也不太相信，因為畢竟我是中間人，很擔心孫大哥遇上壞人。經過多次確認後最終相信了他。其實緣分有時候來得很巧這天孫大哥剛好失業了，李老師的公司呢又需要人。你也怕我遇到網絡那種騙子把你一家人騙過來怎麼辦？是不是你拖家帶口的？這個東西我們自己要有一些那個的，因為我發給你那個公司裡面，就是我那間公司裡面，我是法人代表的，你可以在網上查我們公司，因為這個東西對你來講是一個保證，不要到時候真的萬一你遇到那種也有人被騙的打着那種名號來搞你們，那個也很麻煩，知道吧？對，至少你要了解我的底是什麼樣子的。對。他讀書的問題我來資助嘛，生活費我來處理，然後再幫他們租間房子，然後再幫他就是這個孫先生找一份工作在我這邊，然後他這樣子的話就是可以兼顧家庭，又可以幫他小孩，也可以自己有一份工作。可以的。因為我最大的能力只能這樣子的，因為我不只是幫他一個，因為我還有其他的，像那個韶關那邊也有幾個，也是單親媽媽的那種。我也幫扶了很多個，因為有2個是今年畢業，還有幾個我還在一直在資助的。所以我建議就是我們拉一個群，然後我要怎麼去做這個事情，然後我把我們公司的一些簡介啊什麼的亂七八糟的傳給你們，就是讓你知道，我們公司是正規的一個工廠，不是亂七八糟的公司來的。那這邊麻煩你了，李姐啊。不會啊。大家都是做善事，你的視頻傳出來，剛好我有這個能量去幫到，那是挺好的。好嘞，這邊就不過多耽誤你的時間，然後拉個群，然後在群裡聊吧。可以。好吧。好的，那你跟孫先生那邊講一下了麻煩你。好，拜拜。拜拜。剛剛和打電話的那個李姐溝通了，然後就是如果他們之間產生了連接，他們之間去溝通，然後我呢可能就在旁邊做一些真實性的調查。因為我個人是不太想過多的去介入別人的因果的。我現在跟着孫大哥他們去吃個飯，吃完飯可能我也要離開這裡了，因為來這邊說實話很多事情耽誤了，然後其實沒怎麼去拍內容。這兩個穿的這個衣服呢，是一個好心人送給他們的，還很新呢，讓我覺得很欣慰的。這個世界上好心人還挺多，雖然有時候我們在城市裡面生活，覺得人與人之間有時候麻木了，是因為太累了，生活節奏啊、壓力啊太累了。但實際上很多人心都是很善的。哪個老闆娘幫你們啊？老闆娘幫了我們很多的。老闆娘好心哎。對，這個給你點個讚。維杰快餐這個老闆，我們在這裡吃了2年的快餐，這小孩吃的都是免費的。哇塞。對，他做的快餐特別衛生。特別衛生，特別好喝。我看一下都有一些什麼快餐我喜歡吃的。我喜歡吃冬瓜，這個排骨很不錯哦。你平時幹這個幹得了幾碗？這個就只能吃1碗。就只能吃1碗。這個魚頭看着不錯哎。
看着很好吃。微信收款11元。我特别喜歡吃魚尾巴、魚頭，為什麼？有頭有尾啊！在廣州的城中村吃這樣的快餐，讓我覺得很有煙火氣。特別是遇上這樣好心的老闆，讓我對廣州這座城很有好感。這不是一座冰冷的城市，它讓很多人生活在這裡有希望，也有溫度。它這個是炒的菜啊，這是炒的啥？看着還不錯。不是，還有菜。哇，又來了一道菜。切雞啊！白切雞，哇塞，又來了一道菜。還有菜。等一下，好好吃，看着。等一下。試一下嘞。哇，又来菜了。還有炒青菜。我觉得夠了，真的夠了。不急。老闆手藝好的，搞得很好吃，嘗嘗。好香的，真的。老闆哪裡人啊？廣東的。哎，別掃碼，這個飯算我的哈，我請。別，你轉去一些吃，別搞，走，一起吃啊。你中午還沒忙着吃飯，我知道了。別，你們別掃碼，這個飯算我的啊。哎呀，老闆回去，請你們一起吃，沒事。感謝。這個是鱸魚嗎？羅非魚？不是，這個是鱸魚。鱸魚啊。真的都很香啊。你們以前就認識嗎，哥？也是來這裡了之後才認識。來這裡之後認識的，2-3年了哈。這個老闆的面相看着就是很善良的人，並不是因為我們拍攝所以區別對待。這麼多年了，這夫妻二人都如此善待孫大哥他們，是一個很有溫度的人。最關鍵的，這做的飯菜也這麼好吃。吃完飯，他們也在吃飯，你看他們都在吃飯，吃完飯在一起玩。可以的味道，白切雞。我冒昧問你一個問題啊，哥，懷他倆的時候，是不是根本就沒有想過？當時突然來了又捨不得。我再冒昧問一下，這幾個娃是一個媽媽？是啊。那這樣的話，其實我就能夠理解，因為很多人都在說這麼困難還要生，這真的有時候是緣分。說實話，就像比如說這兩個他是雙胞胎，根本就沒有想到過，就這麼來了，所以人生中的緣分吧。這個回鍋肉啊，我個人覺得它廣東的炒的比很多雲貴川當地的都炒得好吃的，帶着有一點焦香的味道，吃起來一點都不膩啊。你為什麼現在年輕人為什麼不結婚？你怕這個樣子，你說阿姨說話對不對？現在的人就會跟我買賣一樣，做生意一樣，根本沒有責任心，沒有擔當。你要想好來，你要着小孩，你就不要結婚，不要太後，他去單身也不關你事，跟你一點關係沒有。小孩是可憐，你說阿姨說話也沒道理。哪來的人真的到我們結婚的時代，真的枕頭都沒有，被子都沒有，照樣過一生。現在有房又有車，他難道就走人的？拍到屁股走人，精神上的問題沒有需要金錢，大家你好聚好散，害到父母幾十萬，你真的砸鍋賣鐵一輩子都毀掉了。你說阿姨說話也沒道理，說的有道理的。真的開玩笑沒？現在的真的現在女孩子太不負責任，幾十歲要這樣搞，年輕又這樣搞，40-50歲還要離婚，逛橋啊！你說我說話對不對？離婚的老公都搞不好，你還想二婚的，人家好就不離婚。因为孙大哥在這個村子住了很多年，附近店鋪的老闆幾乎都認識他，所以很多人也聽聞過他的故事。雖然是在廣州城，但城中村呢，就和我老家的村子有點相似。常住村裡的人呢，有個啥事兒，其實很快就能傳開了。所以這個老闆娘過來打抱不平，說了很多話，是一個心直口快的人。但我本人呢，依然持之前的態度，不是當事人就不要輕易妄下結論，特別是對孩子的父親以及母親。我現在吃得飽飽的啊，這個老闆也是非常好心的，他知道這個大哥的情況，他們經常在這裡吃嘛。我來到這邊，我最大的感觸就是廣州這座城市，它的包容性非常的強。我們雲貴川渝的老鄉很多在這邊工作打工的，願意留在廣州啊，就是因為這裡包容性比較強。好的，好，謝謝你了，老闆。祝你生意興隆啊！好，謝謝。不客氣啦，有時候過來這裡坐一下吃頓飯很正常啊。感謝，走啊，我們的。啊，你先忙你的事吧哈。啊，好。
那你这2天可能要回去哈，回贵州。我安排一下，我很有可能要回去一趟。要的。我先联系下家里面看搞得定的话，我就没必要跑。要得，有啥事情跟我讲嘛。拜拜。感谢老板。没事，有啥事情给我打电话。在视频的結尾啊，迎來了好消息。視頻其實在半個月前就拍攝了，一直放到現在才發布，是因為就在前幾天，孫大哥已經得到了李老師和他們公司的幫助，2個小姑娘也成功在東莞入學了。孫大哥的租房以及工作問題，也在李老師公司的幫扶下得到了解決。在這裡啊，很感謝這麼多朋友伸出的援手。以下截圖呢，都是大家捐贈的，有的朋友不願意公開姓名，所以做了一部分處理。最後我想說，看到這麼多溫暖的話和舉動，讓我相信這個世界是有溫度的，而我在今後的自媒體之路上也會更加努力，腳踏實地，播放大家對我的信任和支持。